Specifically on Bitcoin, as I've said in the past, we're a believer in digitization of products. ETFs was a big revolution for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 and it's really taking over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 And we do believe that if we can create more tokenization of assets and securities, and that's what Bitcoin is, it could revolutionize again finance. Larry Fink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BlackRock 的 CEO。 那这一个人呢，对 RWA 也就是 Real World Assets 现实世界资产可是相当的上头，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他甚至公开预测到2030年 RWA 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30万亿美元，不是300亿哦，是30万亿，而且只是需要5年的时间。给大家一点背景信息，目前整个 RWA 赛道的加密市场市值也就是350亿美元左右罢了。换一句话说，如果 Larry Fink 的预测成真，那就是1000倍的增长。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它背后的逻辑。其实 RWA 赛道已经有不少的成功案例了，比如 Ondo。那这个项目从 IEO 的时候呢，是在 0.055 美元，一路涨到历史最高的 2.14 美元，不到1年的时间翻了39倍。那 Ondo 在 RWA 的领域确实干得不错，已经稳稳的坐在这个赛道的领头羊位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意识到 RWA 的潜力的。如果你也是错过了早期的红利，不要慌张。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几款已经经过深度研究、表现优秀的 RWA 中市值的潜力币。那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用户，想要使用 Bybit 交易所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方法。首先就是打开 VPN， 那去 Google Extension 那边下载 VPN， 然后呢，打开 VPN， 避免新加坡的 IP。大家可以使用日本、台湾或者是其他支持 Bybit 的地区的 IP。那 Bybit 的 App 的下载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下载之后，点击我的链接注册就 OK 了。或者是在 Bybit 的 App 和网站点击注册之后呢，在 Bybit Referral Code 这里填写23814，这样就 OK 了。那登录之后呢，你的 VPN 就可以直接关掉了。登录 Bybit 之后是不需要打开 VPN， 直到你自己登出户口为止。好，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的内容。那 RWA 为什么这么火呢？尤其是在加密领域。但其实不仅仅是在加密领域的，传统金融市场也是对 RWA 充满兴趣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入场了。就好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Larry Fink， 以及他身边的那一些华尔街大佬们，他们在预测趋势方面的准确度通常都很高。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神仙能够预测任何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呢就能推动这一些趋势。换一句话说，如果 BlackRock 说他们要布局 RWA， 他们会投钱扶持项目，推出相关的计划，那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觉得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还是什么，他们确实有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硬实力。而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背景信息了。不过，除了 BlackRock 的推动 ，RWA 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理由了。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 （tokenization） 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而且随着机构们的兴趣增加，越来越多的资产会进入这个赛道，比如国债、政府债券这些传统金融资产，机构玩家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参与。但是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呢，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去关注，比如房地产，这个肯定是 RWA 最大的赛道之一，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那股票呢，也是其中之一，股票的市场的代币化也正在推进中。最后呢，就是信贷市场这一块同样有很大的潜力。当然，这些呢只是冰山一角，基本上呢，只要是能够被赋予的货币价值的东西，就有可能被代币化，并且进行碎片化交易。那还有一个点呢，值得一提的是，就是 RWA 赛道和特朗普的政策似乎也是对上了。他现在的态度看起来是希望推动 RWA 的发展，并且不会施加过严的监管，甚至去中心化金融 DeFi 也可能是在他的计划之内。比如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最近投资的方向就是以太坊、Aave、Ethena、Link
这些呢都是 DeFi 领域的核心资产。如果 DeFi 真的是在美国市场迎来了更宽松的监管环境，那 RWA 和 DeFi 的赛道基本上可以说是持正上岗了。所以呢，聪明的钱现在都往 RWA 赛道流入，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跟着聪明钱走。其实最近的市场短期的震荡和回调，反而是给我们一个不错的上车机会。那很多优质的 RWA 项目呢，最近被无辜的砸盘，跌幅甚至大于市场平均的水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长期潜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些估值还低但增长潜力巨大的 RWA 赛道的代币，看看哪一些有我们值得关注的项目。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的 RWA 赛道项目就是 Clearpool。CPOOL， 那这个项目在 RWA 领域算是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它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信用市场，而且玩法跟传统金融借贷项目有一点不一样。那一般来说，在 DeFi 的借贷市场，超额抵押是行业的标准。比如你借100U，可能得抵押价值150U 的资产。但是 Clearpool 呢，选择了一条更激进的路，它主打的就是低抵押或者是无抵押的借贷模式。也就是说，它更关注的就是借贷方的信用实力，而不是单纯的抵押物。那这种方式会让资金的使用率效率更高，而更像传统 Web2 时代的借贷模式，而不只是单纯的 DeFi 抵押借贷。而且这一条路似乎更有潜力。那目前 Clearpool 呢已经铸成了7.49亿美元的借贷交易，成绩相当不错。但更重要的是 ，Clearpool 呢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Ocean。那这个 Ocean 的生态核心的目标就是将 RWA 资产整合进 DeFi， 并为这一些资产提供收益。那 Ocean 的一个大卖点就是合规性，而这一点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目前 Ocean 还是处于测试网的阶段，不过主网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了，随时可能会上线。同时 Ocean 生态已经开始扩展了，甚至推出了首个 RWA 的交易池，也就是 Pod（Exchange Traded Pool）。那当前 C Pool 的价格呢是在0.0亿美元左右。那它距离上一个高点的跌幅达到83%。那当前的市值是在7700万美元，那总供应量呢是10亿枚，目前76%已经在流通了。那从这个数据来看 ，C Pool 目前的价格依然远低历史最高点。如果 RWA 赛道继续走强，那它回到 All Time High 的概率呢还是很大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的 RWA 赛道的另一个潜力股就是 Chintai Network。那 CHEX 呢，就是Chintai的区块链和生态系统的原生代币了。这一个项目其实早在2019年就上线了，但直到2024年的2月份，它的代币甚至连1美分都还没摸到。然后戏剧性的转折点来了，从2024年的2月份开始 ，CHEX 迎来了一波爆炸式的增长。2024年的4月份，首次冲到了0.38美元。2024年12月份更飙升到了历史最高点0.8美元，实现了8个月的80倍增长。那Chintai呢是一个 RWA 资产代币化和交易平台，支持代币化、房地产、国债、公司债券等等的资产。那这种模式对机构和散户来说都是很友好的，既保证了合规性，又降低了传统金融市场的门槛。那 CHEX 的代币的用途就是作为Chintai的网络的 gas 费、质押、治理投票、跨链的能力。那除了在Chintai的主网上使用，那 CHEX 的代币呢还能够在多个链上流通，包括以太坊、BNB Chain、Base、Solana 等等的。那么为什么 RWA 的赛道的债券跟国债代币化很有前景呢？首先就是成本和时间的效率更高，传统债券交易涉及大量中间商。代币化可以直接省掉这些繁琐的流程。第二就是交易流动性更强，一般的国债和公司债都是机构在玩的，但代币化之后呢，散户也能够参与。那目前Chintai的价格是在0.189美元，市值1.8亿，距离历史最高点0.8美元仅有76%下跌的空间。那最后我们来聊第三个 RWA 赛道的项目 Plume Network（PLUME）。那 Plume 呢不是简单的 RWA 代币化平台，它是一个专门为 RWA 设计的 Layer 1公链，它可以让用户在链上代币化、交易、管理现实世界资产。相比于以太坊、
Plum 呢选择了自建公链，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够提供更好的扩展性和灵活性，并且具备完整的权罚基础设施。那我们来聊一点 Plum 的核心功能。ARK 呢是 RWA 代币化的引擎，这个工具极大简化了 RWA 资产的代币化过程，降低了门槛。Passport 呢就是它的智能钱包，专门为 Plum 的 Layer 1设计的定制钱包，方便用户管理资产。Nexus 就是数据高速公路，那这个功能相当于一个现实世界和区块链之间的桥梁，确保真实世界数据能够安全的进入 Plum 的 network。PUSD 就是 Plum 的生态稳定币。Plum 呢自己发行了 PUSD 稳定币，而且 PayPal 的稳定币 PYUSD 也即将接入 Plum 的生态，这对整个 RWA 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那目前它的价格是在0.128美元，市值2.9亿，总供应量100亿，当前的流通量20亿。